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一笑随歌李沁新剧2小时破6300，为何高密度爽感成观众心刚需？战场上他一箭射穿他的肩膀，要拳中他抽他47鞭，还以颜色当两位将军的仇恨燃至沸点，却被命运摁头相爱。一笑随歌用高压水枪式的叙事节奏，引爆了10月古偶市场，也触动了观众最敏感的神经。开播2小时，站内热度突破6300，迅速夺下平台热榜第一。一笑随歌以其惊人的开局成绩，成为这个国庆假期最具话题性的古装剧。作为今年继《锦月如歌》与《进长安》后的又一部女将军题材，该剧由李沁、陈哲远领衔主演，讲述了敌国女射手傅一笑与凤随歌大皇子从宿敌到盟友的权谋爱情故事。高速叙事，爽感背后的代价。一笑随歌最显著的特色是其惊人的叙事效率。剧集开篇短短40分钟内，就完成了平陵之战女主射伤男主遭背、判坠崖失忆与男主重逢被拷打等多个关键情节的推进。这种高密度叙事策略精准地迎合了当下观众的倍速审美。对于被短视频驯化的年轻观众而言，传统电视剧的慢热与铺垫已成为观剧的障碍。一笑随歌每集制造一个名场面的工业化操作，确实持续刺激着观众的肾上腺素。然而，高速叙事也带来人物情感转变的突兀感。当傅一笑被凤随歌严刑拷打至遍体鳞伤，两人后续的情感发展便显得缺乏说服力。双强人设、形象与实质的差距。一笑随歌在宣传中主打双强设定，李沁饰演的傅一笑确实展现了不同于以往女将军的飒爽与决断。她红衣盔甲的造型、拉弓射箭的姿态、眉宇间的肃杀之气，终于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女将军形象。陈哲远则成功塑造了一个腹黑疯批的皇子形象，将角色的狠戾桀骜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双强仅仅停留在表面的人设和打斗场面。当剧情需要两人关系深化时，编剧依然 fall back on 虐恋这一古早套路。剧中那段引发争议的互相鞭打、互咬肩膀至鲜血淋漓的戏码，被观众辣评为两个狂犬病人的爱情。这种以暴力互动推进情感发展的方式，暴露了剧作在塑造真正双强关系上的想象力匮乏。敌国恋难以跨越的逻辑鸿沟。一笑随歌最受诟病的是其核心剧情逻辑。当傅一笑和凤随歌在第2集就上演你抽我47鞭，我还你50鞭的生死相搏，观众很难相信这两人后续会产生合理的爱情。一部合格的古偶剧至少要让观众相信主角之间产生情感的可能性。而一笑随歌中两人从恨之入骨到情之所钟的转变，缺乏必要的铺垫与说服力。有观众一针见血的评论，大家都是战将，战场上刀剑无眼，各为其主，即决生死，也分高下，没有感情，只有恩怨。当剧情试图让观众接受两位将军在经历如此惨烈的相互伤害后，还能放下家国仇恨、袍泽之意，投入浪漫爱情时，这种情感逻辑的断裂让人难以入戏。制作水准、亮点与缺陷并存。抛开剧情争议，一笑随歌在制作上确实有可圈可点之处。导演朱瑞斌这次明显听取了网友意见，摒弃了以往备受诟病的大灯拍摄手法，转而注重大场面调度和画面质感。战争戏和追杀戏的拍摄尤其出色，镜头运用娴熟，节奏把控精准。李沁的打戏表现亮眼，无论是拉弓射箭还是近身搏斗，动作都干净利落，充满力量感，远超同期其他女将军题材作品。陈哲远也成功摆脱了过往角色的影子，将凤随歌的疯批特质演绎得引人注目。不过，剧中的墨皮滤镜仍略显过度，
导致人物面部细节缺失，画面缺乏质感。某些布景也显得过于虚假，影响了观众的沉浸感。从市场表现来看，《一笑随歌》的热度与争议齐飞，并非偶然。它精准抓住了当代观众对高密度爽感的需求，却忽略了情感建设的基本逻辑。当傅一笑与凤随歌在屏幕上互相撕咬时，折射出的或许是古偶创作生态的某种困境。我们是否已经习惯了用表面的激烈掩盖内心的空洞？真正的双强关系不该只有对称的伤口，更应有对称的灵魂。